集市的肉铺摊位前，林春花正忙着打理猪肉，熟客上门买肉，想要2斤厚肥膘的排骨，还想让林春花多送2斤肉回去炼油。接连有顾客想占便宜，让林春花心里十分不耐，直言对方老东西爱占便宜，还催促对方不要挡住后面排队的客人。旁边的人见状，忍不住调侃林春花分毫亏都不肯吃，也难怪25岁了还没能嫁出去，成了旁人嘴里没人要的老姑娘。林春花没有理会旁人的闲言碎语，继续打理生意。先是给大爷装好昨天预定的猪鞭，又应声接待前来买肉的大娘。就在他专心忙活的时候，有人出声打断了他，让他别再摆弄肉铺的东西，告知李媒婆已经上门，专门来给他相亲。林春花停下手里的活，收拾东西回了家。家门口几个孩子看见他回来，立刻围了上来。林春花温柔地拿出糖果分给孩子们，让他们拿着糖果出去玩。回到屋内，春花妈看着辛苦操劳的女儿，满心愧疚地向她道歉。春花妈坦言，孩子的父亲走得早，自己的身体又一直不好，常年需要吃药休养，这么多年一直拖累着林春花，让她小年纪就起早贪黑摆摊卖肉，补贴家用，撑起整个家。如果不是自己的拖累，林春花本该早早嫁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好日子。林春花立刻安抚母亲，让她不要胡思乱想，安心养病就好。母亲的医药费，她会尽全力想办法解决，不让家里陷入困境。母女二人温情交谈过后，李媒婆紧接着就走进了家门，热情地告诉林春花，自己手里有不少优质的相亲人选，想要介绍给她。李媒婆先是推荐了一位在研究所上班的小伙子，称对方是当下年轻人喜欢的禁欲系类型。林春花一听便识破，调侃对方说的根本是村头的张麻子，此人曾经半夜偷撬别人门锁，触犯规矩坐了牢。李媒婆见状，立刻换了人选，又推荐了一位手下有几万员工的企业家。林春花再次打趣，直言这人是隔壁村只会养蜂的王傻子，根本算不上什么企业家。接连2个人选都被林春花否决，李媒婆十分无奈，忍不住追问林春花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对象。面对媒婆的追问，林春花态度干脆，直接提出自己的相亲条件，若是想要娶她，必须拿出88万彩礼，少1分都免谈。这个要求让李媒婆大吃一惊，直言88万的彩礼数额太高，觉得林春花太过离谱。林春花没有过多解释，只说自己还要回去卖肉，转身就要离开。李媒婆见状连忙拦住她，表示自己手里还有一个极其合适的人选，对方家财万贯，唯一的不足就是身体有一点小瑕疵。林春花听闻对方家境优渥，立刻松口，表示只要家底丰厚，一点小瑕疵自己完全可以接受。李媒婆随即拿出照片，林春花看到照片上男人英俊的样貌，十分诧异，反复确认照片没有拿错，不敢相信家财万贯的有钱人长相还如此出众，甚至忍不住暗自猜测对方是不是身体有难以言说的隐疾。画面切换到季家内部，季家父母正对着几张相亲照片发愁，继母先后拿出留学归来、知书达理的李家千金，以及门当户对、样貌清秀的张家长女，可都满心无奈。季家几代单传，唯独儿子季南州在一场车祸后落下病根，不仅双腿残疾无法站立，还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又瘸又哑。二老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季南州娶妻生子，延续家里的香火。若是儿子终身不娶，继母觉得自己活着都没有意义。继父也情绪激动的附和，直言若是妻子想不开，自己也不愿意独自活下去。情绪激动过后，继母立刻冷静下来，当即决定联系林春花，敲定这门亲事。林春花得知消息后，明确表示自己可以立刻结婚，但前提是88万彩礼必须提前到账，1分都不能少。很快，季家的彩礼钱转到了林春花手中，她当着家人的面规划了这笔钱的用途，拿出5万供家里弟弟妹妹上大学，10万留作2个弟妹后续的学费，70万用来给母亲治病换肾、购买药物，最后剩下3万用来修缮家里常年渗水的厕所墙角。弟弟妹妹看着姐姐为了家庭答应嫁给有缺陷的有钱人，心里满是心疼，纷纷拉住林春花，不肯让她离开。弟妹们猜测姐姐是把自己嫁给了年纪很大的老妖怪，纷纷表示不愿让姐姐受苦，甚至说自己可以辍学捡破烂赚钱，养活姐姐和母亲。林春花温柔安抚年幼的弟妹，让他们不要胡思乱想，告诉他们自己不是去受苦，而是去享清福，让他们安心读书。私下里，林春花心里十分清楚，季家的生活条件远超自己的原生家庭，只要自己好好稳住身有残疾的季南州，往后的好日子唾手可得。她还特意收好季家送来的银器，暗自盘算，若是日后被季家赶出家门，这些东西也能变卖换钱，自己绝对不会吃亏。很快到了见面的日子，林春花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季南州，主动上前打招呼，喊着对方老公，
热情的想要上前推他的轮椅。纪南州态度冷淡，出声拒绝并让他让开。这一刻，林春花才彻底发现，纪南州不仅双腿残疾无法行走，还是一个不能说话的哑巴。一旁的继母心里瞬间紧张起来，担心林春花发现真相后，觉得自己被骗婚，会立刻反悔退婚跑路。他连忙催促身边人拿来支票本，甚至打算额外再加50万彩礼留住林春花。可让纪家人意外的是，林春花不仅没有生气退婚，反而十分欣喜，暗自觉得纪南州又瘸又哑，身家丰厚，根本没办法和自己吵架顶嘴，完全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老公。林春花十分主动，凑到纪南州面前亲密互动，直言当下就想同房。纪南州十分抗拒，明确表示两人要分开睡。林春花误以为他是脸皮薄，不好意思，笑着表示自己可以主动，还调侃起了网络上的摇花手，直白地告诉纪南州，今晚他只能顺从自己。纪家父母看着两人相处的画面，满心欢喜，觉得这门亲事彻底稳了，很快就能抱上孙子。林春花私下安抚家人，对着电话假装委屈，告诉母亲自己在纪家过得很好，每天都能吃饱穿暖，一点苦都没有受，反而在享福，还夸赞纪家的席梦思床垫十分舒适。新婚次日清晨，继母看着满满一桌丰盛的早餐，询问儿子纪南州昨晚的相处情况。纪南州情绪暴躁，对着家人比划着手势，满脸抗拒，示意要把林春花赶走，甚至面露戾气，一副想要动手的模样。一家人都看不懂纪南州的手语，唯独林春花自顾自解读，告诉继母，纪南州是舍不得赶自己走，还说他已经彻底爱上自己了。继母听闻十分欣慰，坦言自己之前还担心林春花性格不够温柔，适配不了儿子，没想到两人相处的十分融洽，只要儿子开心，自己做什么都愿意。继父也连连点头，表示认可这个儿媳妇，主动给纪南州加肉。林春花又主动解读纪南州的想法，说他昨晚太过劳累，没有胃口吃家常菜，想吃烤腰子。继母瞬间会意，立刻念叨新婚需要好好进补，当即决定去给纪南州做扬鞭，猪腰十全大补汤，还叮嘱儿子趁热吃效果最好。林春花顺势凑近纪南州，笑着调侃他，说他承诺要给纪家生3的大孙子，还主动喂他吃饭，打局若是他不肯吃，晚上两人就要尝试新的相处方式。继母看着活泼热闹的儿子，满心感慨，自从纪南州出车祸残疾后，常年沉默寡言，如同闷葫芦一般，整日郁郁寡欢。自从林春花嫁进门，儿子才变得鲜活活泼起来。继母十分感激林春花，当即拿出一笔钱送给他，当做自己的心意。林春花坦然收下钱财，还向继母保证，自己一定会让纪南州天天都这般开心活泼。就在一家人氛围和睦的时候，一个名叫沈雪薇的女子突然上门探望纪南州。沈雪薇径直走到纪南州身边，熟稔的打招呼。林春花立刻上前，主动表明自己的身份，称自己是纪南州的妻子。沈雪薇满脸不屑，完全不认可她的身份，嘲讽林春花穿着朴素，双手粗糙，看着粗手粗脚，根本不像纪家少奶奶，顶多就是家里的保姆。林春花立刻反驳，反问对方哪有保姆和男主人如此亲近。沈雪薇被对的气急败坏，指责林春花不知廉耻，还告诉她纪南州娶她只是形势所迫，自己才是和纪南州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人。纪南州小时候一直喊自己妹妹，两人的情谊无人能比。林春花听闻后故作恍然大悟，调侃对方既然是妹妹，上门认亲总不能空手而来，看对方衣着体面，随手讨要1800的见面礼。沈雪薇被他的市井模样激怒，怒骂林春花是乡巴佬抢钱。随后他立刻向纪南州告状，哭诉林春花欺负自己，让纪南州为自己做主。林春花直接拦住想要上前的沈雪薇，直言男女授受不亲，还调侃纪南州本就无法说话，根本没办法替他做主。他强势宣告，如今自己才是纪家管事的人。沈雪薇依旧不服气，坚信纪南州只会听自己的话，两人当场拉扯起来。林春花态度强硬，表明自己就算刚进门1天，也是名正言顺的纪家儿媳妇，远比沈雪薇这个外人亲近。混乱之际，纪南州主动出手制止了两人的争执。沈雪薇立刻委屈地喊着纪南州的小名撒娇，林春花却凑到纪南州身边，夸赞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还笑着揭秘这个香味和自己小时候养的小香猪味道一模一样。沈雪薇险些摔倒，纪南州全程没有伸手搀扶，还是林春花出手稳住了两人。沈雪薇借机指责纪南州冷漠，摔倒了都不服自己，只顾及自身。林春花直接回怼，是沈雪薇不肯松手，才险些引发意外。继母见状出声制止两人的争吵，询问沈雪薇上门的来意。沈雪薇立刻端出自己辛苦炖了2个小时的鲫鱼汤，执意要让纪南州喝下。林春花看出纪南州满脸抗拒，
不想喝这碗汤，便主动开口解围，调侃纪南州刚喝完大补汤，肚子早已撑得发胀。乡下人从不浪费粮食，这碗汤就由自己收下。说完，林春花直接端过汤碗，顺势送客，让沈雪薇没事就早点离开，家里还要打扫卫生。沈雪薇被扫地出门，满心不甘，嫌弃林春花粗鲁野蛮，弄脏了自己的裙子，还出言警告林春花不要以为嫁入纪家就高枕无忧。他透露纪南州心里有一位出国留学的白月光，纪南州对其情根深重。等白月光回国，林春花如今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面对威胁，林春花毫不在意，随口调侃白月光、黑月光都不如馒头蘸大酱，让对方赶紧离开，不要耽误自己吃饭。沈雪薇走后，继父看着通透泼辣、能镇住场面的林春花，内心十分满意。他暗自感慨，林春花虽然性格大大咧咧，有些彪悍，但自从她进门，不仅纪南州的状态越来越好，一家人的氛围也愈发和睦，就连难缠的沈雪薇都被她轻松拿捏。或许这个普通的乡下女孩真的能彻底改变纪家。思索过后，继父拿出20万现金交给林春花，让她拿去买喜欢的衣服，同时叮嘱她往后多费心照看纪南州。林春花看着手里的钱，满心欢喜，直言金钱的味道让人着迷，感慨自己真是嫁对了地方。她立刻向继父保证，一定会好好照看纪南州，让他一直保持开朗的状态。随后，林春花看着身边沉默的纪南州，忍不住感慨，自己从前常年杀猪干活，根本没时间打扮自己，长这么大几乎没穿过漂亮衣服。为了犒劳妻子，纪南州主动比划手势，想要带林春花出门逛街买衣服。林春花看着帅气的纪南州，夸赞他颜值出众，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可纪南州十分抗拒出门，不愿去人多的地方。林春花不肯妥协，直言自己收了公公的钱，就要履行承诺，带他出门散心，还调侃他常年待在屋里不见太阳，脸色苍白如同水鬼。纪南州见状，立刻比划手势，提出可以加倍给钱，只要不用出门，家里所有财物都归林春花支配。林春花瞬间喜出望外，连忙道谢，夸赞纪南州大方通透，懂得让妻子管钱。可他依旧没有放弃出门的想法，抱着纪南州调侃他是骗子、奸商，还直言自己看不懂他的手语笔画，坚持要带他出门晒太阳。打趣人长期不见阳光是会长毛发霉的，还温柔安抚纪南州，有自己在，没人敢欺负他。随后，林春花带着纪南州来到菜市场逛街，还告诉纪南州，这里的衣服物美价廉，50块就能买3件。路边认识林春花的街坊邻居看到她带着帅气的老公出门，纷纷热情打招呼，还主动赠送土鸡蛋，让两人带回家吃。纪南州看着热情淳朴的路人，内心渐渐改观，觉得林春花似乎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般粗鄙。就在两人闲逛时，纪南州的堂哥季杰带着几个人迎面走来，出言嘲讽纪南州。季杰假意感慨，曾经的纪南州是季氏集团最有潜力的继承人，在董事会翻云覆雨，风光无限，所有人都对他敬畏3分。可一场车祸不仅让他断腿残疾，退出公司管理层，还成了不能说话的哑巴。如今早已风光不再，根本比不上如今深得老爷子信任的自己。几人肆无忌惮地嘲讽羞辱纪南州，言语刻薄。林春花见状，立刻挺身而出，霸气回对几人是乱吠的野狗，直言自己的老公就算常年卧床不动，赚到的钱也远比他们多。随即立刻上前驱赶几人，不让他们挡住道路。季杰一行人十分诧异，没想到一个乡下杀猪女敢如此嚣张。同行的人认出了林春花，当众揭穿她是街边摆摊杀猪的，嘲讽堂堂季氏大少爷竟然娶了一个杀猪的女人。当年无数名门千金争相追捧纪南州，如今却落得这般境地，狠狠嘲讽纪南州眼光差劲。面对众人的羞辱，林春花毫不畏惧，当场怒骂这群人趋炎附势、欺软怕硬，还故意大声呼喊，引来路人围观，控诉几人仗势欺人，想要动手殴打自己和残疾的老公。季杰一行人被他的气势震慑，深知林春花力气大，性格泼辣，3人联手都未必能打过他，顿时心生怯意。即便心生退意，季杰依旧放狠话，嘲讽纪南州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出头，十分窝囊，还扬言不会轻易放过两人。林春花丝毫不怕，追上前去对峙，还按住想要退缩的季杰，让纪南州动手反击，直言对方怎么辱骂他，就怎么打回去。季杰慌乱之下搬出老爷子威胁，扬言要告状，结果被纪南州一拳打晕。林春花十分惊喜，夸赞纪南州力气很大，以后打架都可以带上他。随后他推着纪南州的轮椅快速离开，自嘲刚才的冲撞根本不算什么，自己以前被猪踢伤都比这疼得多。林春花认真告诉纪南州，既然两人是夫妻，自己就一定会护着他。同时他提前说好，
自己刚刚凭本事赚的50万属于个人财产，绝对不会分给纪南州。纪南州无奈又心疼，只能任由他任性。傍晚时分，林春花不愿再折腾，打算早点休息，还告诉纪南州明天带他去一个好地方。纪南州满心好奇，不停追问。林春花笑着告知，要带他回自己的农村老家，还坦言农村人心思单纯，不像城里人心机深重，算计颇多。他特意叮嘱纪南州，自己的母亲还不知道他是哑巴，回去之后不管老人问什么，只需要点头摇头回应就好。两人回乡途中，遇到一位老板的车子在荒郊野外爆胎，拖车无法进入，眼看就要错过上亿的合作合同，老板急得手足无措。老板坦言自己有备胎，却没有千斤顶，根本无法抬起2吨多重的车身更换轮胎。林春花主动上前，表示自己可以帮忙修车，只是需要收取辛苦费。老板看着瘦小的林春花，只当他在开玩笑，直言若是他能徒手修好车，自己当场给10万酬劳。林春花立刻盯上了纪南州承重性极佳的进口定制轮椅，他向纪南州求情，借用轮椅充当支撑工具，还许诺赚到10万酬劳后分3万给他当分成。纪南州十分无奈，舍不得自己造价30万的轮椅，却还是默许了他的行为。林春花借助轮椅成功撑起车身，快速换好备胎，顺利解决了老板的难题。老板又惊又喜，对林春花万分感激，当即兑现承诺，给了10万现金和个人名片，表示往后但凡有需要，自己王建国必定随叫随到。林春花坦然收下酬劳，调侃只是举手之劳，随后推着轮椅带着纪南州离开，还忍不住夸赞轮椅质量过硬，重压之下丝毫没有变形。离开之后，纪南州不停比划手势，看似十分紧张。林春花误以为他担心自己卷走他的家产，立刻郑重表态，自己有原则，有底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1分1毫都不会碰，让他放心。回到老家后，家人看着光鲜归来的林春花和出手阔绰的纪南州，都以为纪南州对他极好。林春花顺势吹牛，说纪南州对自己百般宠溺，端茶倒水，事事迁就，一刻见不到自己就十分慌张。他看出纪南州憋得难受，连忙找借口解释纪南州是尿急，带着他匆匆离开。事后林春花主动向纪南州道歉，解释自己吹牛是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还调侃母亲十分疼爱他。为了补偿纪南州，林春花提议请他吃自家种的西瓜，坦言瓜果都是农家肥培育的纯天然有机瓜果，口感极佳。没有刀具，林春花就徒手掰开西瓜，递到纪南州面前让他品尝。两人吃瓜的动静惊动了瓜田主人，对方误以为有人偷瓜，当场怒斥两人。林春花见状，立刻让纪南州留在瓜田当人质，自己回去拿钱过来赔付熟人。没过多久，林春花拿着钱折返，却发现纪南州已经自己走了回来。他十分疑惑，追问缘由。纪南州委屈的比划，瓜田主人逼迫他摘完一地西瓜抵债，才肯放他离开。林春花连忙道歉安抚，纪南州却满心不悦，暗自生气，觉得林春花根本没把自己当正常人看待，完全是随意糊弄。回到家中，纪南州依旧闷闷不乐，满身泥污。家里佣人看到少爷这般模样，十分诧异。纪南州当即比划手势，怒气冲冲要求把林春花赶出去。众人都十分慌张，唯独林春花自顾自解读手语，笑着告诉佣人，纪南州是因为和自己成婚太过开心，决定给家里所有人涨3倍工资。佣人瞬间喜出望外，连连感谢少爷和少奶奶，直言林春花就是家里的主心骨，往后为他马首是瞻。风波过后，林春花催促纪南州早点休息，调侃春宵一刻值千金。看到纪南州不停晃动身体，林春花疑惑询问是不是身体不适，没想到纪南州是在练习摇花手，打算报名参与网络活动，模样十分鲜活有趣。不久后，商界举办大型宴会，主办方是天海集团的王总，汇聚了圈内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自从纪南州出事残疾后，纪氏集团流失了大半合作资源，家人原本打算以纪南州身体不适为由推辞此次宴会，可林春花一番陪伴和开导，让纪南州彻底克服了心理阴影，主动比划手势，表示愿意出席宴会，参与商业应酬，重振事业。纪家人又惊又喜，感慨林春花太过能干，当即备好车辆，让林春花陪同纪南州一同出席宴会，也让他正式在商界众人面前露面。林春花郑重承诺会好好照顾纪南州，不让他受半点委屈。宴会现场，众人纷纷议论，此次宴会规格极高，能和主办方王总达成合作，就能在商界平步青云。季节当众炫耀，声称自己早已和王总谈好合作，宴会结束就能正式敲定项目。在场众人纷纷夸赞季节年轻有为，认定他会是纪氏集团下一任继承人。众人同时不忘嘲讽纪南州，
调侃他车祸后又瘸又哑，彻底沦为废物，毫无翻身之力，甚至嘲讽他娶了满身猪油味的杀猪女，上不得台面，沦为整个商界的笑柄。就在众人肆意嘲讽之际，林春花推着纪南舟缓缓入场。林春花丝毫不在意旁人的眼光，只顾着品尝宴会的蛋糕，还开心地询问纪南舟以后能不能多参加这类宴会。季杰看到两人，立刻上前嘲讽，取消纪南舟双腿残疾，无法站立，只能靠手语交流，根本没资格参加高端商业宴会。林春花立刻回怼，吐槽宴会场地装修豪华，安保却极其差劲，竟然放任乱吠的野狗混入大厅，扰人心情。季杰瞬间暴怒，怒斥林春花辱骂自己是狗，扬言要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乡下泼妇。周围人也纷纷附和，嘲讽纪南舟落魄之后，只能任由乡下妻子撒野丢人。看着众人不断羞辱纪南舟，林春花彻底忍无可忍，霸气护住纪南舟，直言嫁给文武双全的自己是纪南舟的福气。话音落下，他直接出手，将嚣张跋扈的季节狠狠教训了一顿，让对方狼狈落水。林春花居高临下反问落水的季节，如今到底谁才是人人唾弃的落水狗？季节气急败坏，搬出主办方王总的身份施压，扬言自己和王总私交甚好，只要王总开口，必定会将两人赶出宴会，让两人在商界彻底无法立足。面对威胁，林春花丝毫没有畏惧，直言就算是天王老子敢欺负自己的老公，自己也绝不姑息。季节见他依旧嚣张，立刻吩咐手下准备将两人强行扔出宴会现场。就在冲突即将升级时，宴会主办方王总匆匆赶来，季节立刻恶人先告状，向王总哭诉，谎称乡下村姑林春花在宴会上肆意胡闹，扰乱秩序，请求王总出面严惩。王总闻言，当即开口要亲自查看是谁敢在自己的宴会上闹事。季节连忙添油加醋，想要让王总狠狠教训林春花和纪南舟。可当王总看清林春花的样貌后，脸色瞬间大变，反手一巴掌打在了季节脸上。王总十分激动地认出了林春花，直言她是自己的大恩人，若是当初没有林春花出手帮忙修车，自己就会错失上亿大单，根本不会有如今的局面。王总当即询问林春花是否有人找他麻烦，林春花坦然说明情况，直言只是有人嘴碎，当众辱骂自己的老公是残废，自己只是简单教训对方，帮对方改正陋习。王总听闻后当场表态，天海集团最看重合作方的人品，季节品德败坏，仗势欺人，直接取消和季节的所有合作。随后王总正式认出了纪南舟，当众宣布天海集团与季氏集团的所有合作项目全部交由纪南舟全权负责。这个决定让在场所有人无比震惊，季节更是无法接受，大声质疑纪南舟身有残疾，无法言语，根本没有能力执掌大型项目，必定会让集团亏损惨重。林春花立刻霸气护肤，直言自己的老公就算卧床不动，赚钱能力也远超四肢健全的季节。王总随即让人将失德失态的季节请出会场，并且明确告知往后天海集团的所有场地永久禁止季节踏入。彻底翻盘的林春花和纪南舟稳稳掌控了季氏集团的未来，彻底扭转了所有人对他们的偏见。